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第一个是财政部房产税试点座谈会什么意思？第二个是中国人口趋势，出生率持续暴跌，同时深度老龄化那么这是把我们现在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来进行一些分析，主要是讲2个方面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财政部的消息财政部5月11号发布消息这个消息很短，一句话：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人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意见。我们有个规律，字越少，内容越重要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再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是什么呢？座谈会是房产税的座谈会。房产税的座谈会呢，这里面有第一个有人大常委会的人参加，还有一个地方政府的人参加，还有一个就是专家学者，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组合。这个组合从这个组合来说这是有点信号的意思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向公众发出一个房地产税开征的一个信号，大概是一个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来。本来一个这样的座谈会他也没有公开举行，所以他不发谁也不知道那么他就专门发了就是告诉大家就放出一个信号。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这里面有2件事。第一件事，它叫房产试点，那就不是房地产全面铺开房产税试点是这样，房产税呢实际上列入了这个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也就是说，如果条件成熟，会完成这个审议。不过呢，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当中，没有提到房产税立法，只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了推出房地产税的立法的一个表述这是一个，就是说，人大常委会理论上来说，房产税一定是需要立法，你不可能不立法就推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财政部之前也说过，房产税的3原则第一个立法先行，第二个充分授权，第三个分步推进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开这个房产税的研讨会这个座谈会，然后讨论试点的问题，如果他讲的是试点的话，那就和分步推进的原则是符合的就是说，那可能他的思路是在立法之前先试点这是有可能的这就因为之前上海曾经试点过。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充分授权，因为房产税属于地方税种，地方税，然后充分授权当然就是由地方政府来实施。所以为什么座谈会里面有这个地方政府的代表？原因就是要听地方政府的意见。那么所谓的充分授权，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地方税种的一个方案那么所以呢，地方政府呢要重新在地方立法，然后再去做这个实施的这个工作。所以房产税的税种的这个开征时间、税率的幅度等等，它要地方立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房产税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个，在中央层面，它要首先立法，立完法以后，这是个地方税种，地方政府要在地方再立一个法，具体去落实范围、税率、优惠有哪些优惠等等
他要做出一个具体的安排，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啊。那么地方税，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那么如果是财政部现在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意思是我要立法，我要开征这个税了，那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试点，就是选一些比较突出的这个试点啊，突出的城市来试点。那么甲康原来是财政部的啊，他现在自己另立山头，就要搞这个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叫甲康。甲康他就之前就说，他说目前房地产税没有可能加快立法，中央文件已经授权深圳和海南加快改革，因此这两个地方只需要走相应的程序，就可以进行房地产税的试点。那么，如果深圳跟海南要先开征房地产税的试点，那么之前是上海跟重庆搞过试点，但是呢，它就范围是不大的，是非常小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会跑出来房产税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讲？我们之前讲房产税的条件有一些，我之前讨论房产税的专题当中提出来一些房产税的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房地产税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推出，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敏感的状态。房产税就是房地产市场越敏感，房地产税的出台的可能性越小。房地产税的出台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在政府调控的条件下，持续稳定的往前走，稍微有点上扬，但是市场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或者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如果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反而这个时候推出房产税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说一不跌就往上跑，一往上一摁呢，往下跌呢，又不知道跌哪去。所以现在其实房地产市场很敏感，非常的敏感，因为经济形势去年年底开始，房地产市场就是基本上，你看中国的房地产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摁下葫芦起了瓢啊，这个地方摁下去，上海摁下去，杭州起来，杭州摁下去，深圳起来，然后各个地方不断的出各种状况。为什么？大水漫灌，这个它总要往地方去。那实际上现在实体经济又不好，怎么办？很多钱就还是往房地产跑，往房地产一跑的话，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往上跑。地方政府又很难办。你看现在的深圳的情况就是，深圳已经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段对付房地产市场。但是你不怕，万一这个力度太大，一下把房产给打死了怎么办？打死了那后果也很严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的这种行政手段有很大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就你不小心力度太大，把它打死了怎么办？那么你到时候它是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是你越往下走，你越刺激啊，越没用，大家都心里就虚了。你越是刺激经济的政策，刺激房产的政策，越坐实了房产在往下走，越往下走越不买。你越往上走，你越去调控，哎，这个投资者就觉得，哎，这说明房地产在往上走，那有条件还是要买，还得想办法买。这个心态是一个这样的心态。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什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可能会选几个城市，先来试点，做一个对市场形成一个
普遍性的压制，这种压制的这种态势。因为靠地方政府个别城市进行这个调控措施，所谓的一城一策，现在的叫一城一策，每个城市都有个独特的政策，其实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地方政府的调控的这个空间有限，只有市场手段，只有限购手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但是房地产市场是水涨船高，你这水上去了，你把船非得摁在下头，一不小心把船摁沉了怎么办？这就是核心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估计大体上一个这个座谈会，第一个释放一个信号，给市场打招呼，那这个不能再涨了哈，再涨我就出房产税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安排，这个安排是可能会选择几个城市，2个城市、1个城市或3、4个城市进行房产税的试点，给市场形成一个泰山压顶之势，防止它再往上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讲房产税的立法程序，我觉得会比大家想象的时间要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房产税要完成立法工作的这件事情我还看不见，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试点啊，这是一个。然后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五一黄金周，5月1号到5号，全国楼市热度指数120.2，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6，一线城市热度是119，然后上海楼市还是抢眼啊，抢眼，人流量很密集，有些楼盘认购率超过130%，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杭州集中供地一口气2天卖了1178亿啊，还是热度还是很高。北京5月11号落幕，集中卖地25块，成交1109亿，所以土地市场还是很热络。土地市场很热络意味着什么？房地产市场也会很热络。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跟房产税之间是有关联。所以我们今天就向大家报告，我们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讲讲中国人口趋势啊。第7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公布啊，昨天公布出来。那么新华网上来就做一个头条啊，头条标题是学习进行时/习近平心中的14.1178亿，这个很奇怪的题目啊。然后他文章说啊，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亿人，10年来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人口问题。作为1/14的你有多重要？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为您解读啊，解读什么呢？他就在这里讲说，习近平在中南海参加全国人口普查，然后习近平说要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摸清楚中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情况，为这个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最后的结尾是什么？结尾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靠每一个中国人来实现，你我他的数字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这八竿子打不着，这篇稿子写的胡言乱语，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一下啊，第一个，把习近平跟人口普查联系起来，那么习近平跟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联系起来。新华社就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断这么操作，就是他所谓的品牌栏目啊，叫讲习所，他就是干这件事情的啊，专门干这个事情，就是把习近平跟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干什么？造神啊！这就是造神啊！实际上你可以看，现在新华社跟新华网、人民网这2个机构在造神竞赛。就是互相啊，看你比我，我比你，看怎么样把习近平往神台上推得更有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通过习近平的讲话，为第7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背书啊。那么这个结果当然肯定不是我们之前讲宁吉喆出来把这个结果一公布，结果大家一查这个数据，这千疮百孔，漏洞百出，非常可笑贻笑大方的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肯定不是统计局，仅仅是统计局我就这么走，肯定不是，肯定是中共高层的决定。那么也就是为什么要让习近平为这个人口普查的结果背书的原因。这是2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口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那么第7次人口普查，他为什么要造假？造假就解决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保住人口第1大国的位置。如果你一不小心你跌破14亿，那第1就没有了。你第1没有了，被印度一超过，那这个第1、第2那差好多了。那别的国家怎么看？所以第一，为什么要数字造假？数字造假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保住第1人口大国的位置，这第一。第二，避免人口数据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冲击，这是他们的着眼点。所以为什么错漏百出都要做？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通常以政治为前提的行为，通常都是错漏百出的。只要一讲政治，这件事情就办不好。很多人以为一讲政治，这事情就办好了，其实不对。因为什么？当他一讲政治的时候，他就会违背很多规律。当他一违背规律的时候，那就错漏百出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判断得很清楚，中国在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总数上做手脚，这是也在一些，而且他在人口数据当中有一些跟政治有关的数据，他也做手脚。你比如说汉族的人口数据、少数民族的人口数据，这里面肯定就有政治，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数据是有价值的，它能够反映一些人口的趋势，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把这个数据跟大家解读解读。因为人口问题我都讲过，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不怕你努力，就怕你没条件，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人口的第7次人口普查有2个最重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新出生人口持续暴跌那我们引用谁呢？引用这个梁建章，大家都知道梁建章是这个携程网的老板董事长，他也是个人口经济学家，他在这个领域也非常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和跟踪所以他在持续的对中国人口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他这么说，他说刚刚公布的这个人口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200万，他就采用他的数据吧，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2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据可以推算，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为 1.3。 应该说这个数据，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就令人触目惊心触目惊心，他用这个词。但更可怕的是 1.3 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持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当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二孩堆积效应是什么？之前我们说过，就是放开二胎放开二胎就是全面二胎了，叫全面二胎，就是夫妇2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2胎。这个它会形成一个堆积效应，就是不断的滚动的就会有到达这个育龄年龄的这个家庭
它会产生二胎的需求，生二胎的需求，就不断的滚动的发展，所以它就叫做这个二胎堆积效应，二孩堆积效应，它是包含了这个堆积效应。那么以此推算，虽然2020年出生率为 1.3， 但是除去堆积效应之后，自然生育率只有 1.0 到 1.1啊，他这个判断跟这个易富贤是差不多的啊。那么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更替水平是多少 ？2.1， 就是说保持人口稳定，那么生育率应该是 2.1啊。那么如果它只有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 1.6 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 0.5 个孩子。生育率是什么？生育率讲的是育龄妇女，一个妇女一生几个孩子。那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生一个啊，平均生一个。那么就算跟少子化非常严重的日本相比，比他们的 1.4 还少 0.3， 所以中国的情况非常的严峻啊。所以可以说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再次强调啊，他说，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10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对应的是1985年到1998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未来10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比现在锐减30%以上。这女性少了，你生育会更少。在没有强力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下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因此，为了缓解未来的低生育危机，中国应该尽快开放生育限制。这是梁建章的观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未富先老有多老啊？我们看看，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什么？65岁占人口比例是判断一个社会老龄化的基本的条件啊。那么是这样，7%，当你的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的时候，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就进入老龄化啊，就开始进入老龄化啊，就是已经是个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超过7%，超过14%就是深度老龄化，超过20%就是超老龄化，就是它就3个，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深度老龄化，一个是超老龄化。就是当你人口65岁的人口超过20%的时候，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中国的情况，65岁的人口0到14岁18%，15到59岁这劳动人口占65%啊，63.35%，大概是8.9亿啊，8.9亿。60岁以上占18.7%，是2.6亿。65岁以上1.9亿，1.9亿占多少？占整个人口的13.5%。13.5%是什么概念？就是中国已经超越了老龄化的社会，已经迈向深度老龄化。深度老龄化是14%，那么它差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0.5个百分点就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是全国的数据，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讲，中国社会叫什么？叫未富先老。这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是又富又老，它
工业化已经很早就完成，它很早进入了这个富裕社会，所以它是老龄化，但是它也先富了，先富了。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除西藏以外，30个省份65岁比重都超过了7%，除西藏以外，那么就是全部都进入这个老龄化老龄化阶段就是老龄化社会那么其中有12个省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超过14%，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深度老龄化那么目前12个省进入深度老龄化的阶段的有12个省，哪12个省？我念给大家听。第一，辽宁；第二，重庆。这个排名有排名顺序啊。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湖南、天津、湖北。那么这些省分别位于什么？东北、华北、长江流域那么其中辽宁是最高的17.42%，全国第一，老龄化社会，它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超老龄化就是这个迈向超老龄化，没到超老龄化是20%那它17.42%，还差2.6个百分点就进入超老龄社会。那么还有谁呢？吉林、黑龙江都超过了15%也都是深度老龄化，都在排在前面。那么东北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第6次人口普查跟第7次人口普查相比，东北人口少了1000万，少了1000万，就是所以它就老龄化社会比较严重。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走的都是年轻人，留下都是老人孩子，所以这就是东北的最大的问题。东北的人口危机是在中国人口危机当中最严重的地区，原因是什么？人口流失。得益是谁？得益是广东我们等一下讲广东。然后重庆是17.08%，居第2。四川达到16.93%，也很严重居第3。总体上来看，川渝地区作为西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两地的人口已经达到1.15亿，1.157。那么虽然当地经济工业化的步伐不断的加快，但是人口流失还是很严重。人口流失严重是川渝地区，就是四川、重庆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情况和什么安徽、湖南、湖北这3个省的情况是差不多，就是人口流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浙江、江苏、上海，或者是去珠三角这2个区域，所以这几个人口流出大省都是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那么山东是15.13%，山东人口65岁人口已经达到了1536万，是全国65岁以上老人最大、人群最多的一个省那么长三角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深，珠三角还是比较年轻珠三角年轻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口流入那么为什么长三角、江苏、上海他们这么严重？其中最突出是什么？谁呢？最突出是江苏，江苏是16.2%，是4个经济大省经济大省就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这些，老龄化程度最深的。为什么？原因是江苏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最早的一个省，而且动作最快、力度最大，所以长期以来江苏的人口出生率就比较低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所以就是计划生育祸害越深，那么人口的危机越严重那么去年无锡、常州、镇江、盐城、扬州、泰州这个都自然增长全是负数，其中无锡、常州、盐城这3个
就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啊，就下跌啊，人口出现下跌。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啊。那么珠三角啊，珠三角的情况，其中主要是广东省，广东省啊，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65岁人口占比，这个比重只有多少？8.58%。你看一下啊，这个辽宁是17.42%，将近18%，这个广东省只有8.58%，少了差不多小10个点。它的位置居全国倒数第3，离这个老龄化还差很远，还有一点的距离啊，叫深度老龄化。当然，它已经老龄化了，因为7%嘛，7%老龄化啊，离深度老龄化还有点距离。总的来说，大体上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些维度，我也可以报告一下。家庭人口平均是2.62，比之前减少了0.48。为什么？人口流动，然后家庭观念现在就是，青年夫妇不愿意跟长辈生活在一起，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家庭人口平均人口只有2.62啊。还有一个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生一个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男女性比例，说是第7次比第6次好转，说这个数据我不相信，这里面有政治，我不相信啊。然后还有少数民族，是这个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比汉族快，这里面也是政治，我不相信，哪那么理想？你想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能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城镇化啊，城镇化就是城镇居民人口是9亿，占63.89%，就大数64%。农村是5亿，占36%啊。那么这个城镇人口继续增加，农村人口继续减少，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4个点，说明什么？说明城镇化在持续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尾声，已经占到63%就将近64%了啊。那么农村会继续凋敝当中啊。我今天看的一个题目，看的一个人民日报是一个题目，像这个农村派什么呢？派村书记，叫村第一书记，就是是这样。向农村派书记，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这像什么？这就是中共就非常自大，他觉得他可以做到就是和自然规律完全相反的事情啊，就是说农村现在凋敝啊，农村凋敝，城镇化嘛，农村凋敝怎么办呢？向这个村里派书记去，派村支书，派第一村支书，那么然后呢，还派工作队啊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再成立一个，把原来的扶贫办变成乡镇农村振兴局，去振兴农村。农村怎么振兴？你把人都搞走了，他怎么振兴得了？所以中共非常的自大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村的凋敝会持续的发生，这个无可阻挡啊。人一走，什么都带走了，农村怎么振兴？你派总书记去也没有用啊。大概就是这样，我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城镇化还有一个就是人户分离。什么叫人户分离？就是你的户口在江苏镇江，可是你人跑到哪里？跑到上海去工作生活，甚至在那买了房子，
在这结了婚生了孩子，可是户口你在镇江不在上海，这就叫人户分离。人户分离现在有多少人口？4亿9千万。那么增长了多少？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88.52%。那么其中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是1亿1000万，流动人口是3亿7582万。那么分别增加了192%和69%。为什么？人口流动，就是人口流动，没有别的，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原来在这里，我的户籍在这里，我跑到那里去工作，这人口流动。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我在这里找不到好的工作，我就去那边。那么这群人是什么人？这群人就是这群人大概有5个亿啊。他一个户籍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讲啊，户籍的约束在减少，说这种话呢，就是没良心啊。有户籍谁不想要？一个户籍后面带着24项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每一个户籍，当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有多有少，但是毫无疑问，户籍背后是带着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在这里。没有人会愿意在没有户籍的条件下在这个城市生活，没有人愿意，没有办法，迁不过来。所以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在城市中受到歧视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人户分离这件事情是个什么？是个悲剧，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没有办法啊，人口流动。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新来的网友请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么明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替在线朋友支持王先生谢谢， Vivian 王谢谢， Mike 猪谢谢，日本朋友谢谢啊，王先生的节目越来越好了，谢谢你的肯定啊。情绪，普查查了半年多，编述半年多，昨天公布没超过12亿时，没超12小时就被易福贤先生和王健老师扒掉底裤，精彩啊。观点，大陆西北公务员退休人士大多数选择成渝周边养老，这也对成渝地区的老龄化做了贡献。OK， 提问：如果把人口数据造假比作泡沫的话，他们会考虑每次统计做挤泡沫的动作吗？我觉得如果不挤，注定会爆啊。挤泡沫，如果挤了的话，那你数据就对不上了，就你就不能出现平滑的曲线。为什么会造假？它前面造假，它后果是什么？你比如说，当人口出现大跌的时候，它这一大跌，他觉得不好看，他怎么办？他选择一个平滑的数据，选择平滑的数据，那就不暴跌呗，那就略微跌1-2个点，那数据就在高处吧。那你下面如果你在这一次你去挤的话，还得暴跌，因为数据还在这儿。所以他挤不挤呢？他没办法挤啊。当他选择了平滑曲线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为什么现在易福贤先生说他认为中国人口是不会超过12.8亿，他并不是说2019年中国人口14亿，今年就是12.8亿，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持续在造假。其实人口持续在下降，所以已经降到了12.8亿以下。它是不挤，就是你说的这个泡沫不挤下来，不就变成了14.11亿嘛？就是这样的结果，啊。提问数据造假的目的显而易见，后果也非常严重，但这种后果貌似都由人民来承担了。政府需要承担的后果在哪里？
政府需要承担的后果就是他做的所有的计划都不准呢，怎么会不承担后果？一样承担后果。政府怎么？人民承担什么后果？你说给我听一下。人民承担后果，人民承担的后果是通过政府来承担的。为什么？政府做计划，钱在政府手里，对吗？我们还是不要喊口号，好不好？观点：人口造假数据一公布，马上就准备房产税了，也说明了人口断崖式下跌是真实的。观点：地方政府是高房价的最大受益者，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卖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房产税要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观点：王先生你好，你说的房产税出台，现在不是时候。其实蒋康也说过，中国房产税已经丧失了所谓最佳时机，越往后越被动。人口负增长，统计局比我们更清楚，后面不会有房产税的时机了。第七次人口，这次七普的结果，作假也罢，但还是做出了增加的结论，后续不会有这样的作假可以利用，房产税也就利用这个作假。八普也就10年后，这10年不会有更好的时机了。OK， 提问：以总加速师的性格，房产税会不会霸王硬上弓？霸王硬上弓上不了弓啊，你还得立法。立法的话，它有个程序啊，全国人大立法，然后地方政府要立法啊。你说一天发生，你至少要等明年3月份吧。所以霸王硬上弓上不了这弓啊。试点可以，试点可以，你总不能选30个城市都来试点嘛。所以是不是这样啊？提问：征收房产税，因为政府入不敷出，如果未来房产税也 cover 不了支出，政府借债因为越来越危险而利率会变得高，影响政府借债吗？政府还有其他方法增加收入吗？如果长期入不敷出，会有什么危险？是这样，房产税是对现有房产征收税。为什么对现有房产征收税？就是在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是通过房产增量卖地啊，卖地其实是增加房产供应啊，且就是卖地的收入其实也就是一种房产税，也是一种房产税，某种形式的房产税。所以呢，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地方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房地产的增量，房地产交易啊增量，房地产卖地啊房产增量。那么原因是什么？城镇化，城镇化不断的有人增加，在城市的人口增加，不断的买房子，不断的盖房子，不断卖房子，那他通过这个增量来收税。那么当随着这个城镇化的接近尾声，你看现在城镇化已经到了64%了。那么通常我们讲城镇化的这个顶玻璃天花板是在哪？通常是70%，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70%。当然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会更高啊，会更高。但中国通常70%，这种级别的国家7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再往上走的空间不大。也就是说，未来第一个，房子盖了20-30年了，中国城市里面的房产的总量已经非常大了，而这个总量呢，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是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税源，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当城镇化开始慢慢放慢的时候，那么进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少，那么新增房产的需求也在慢慢的减少，就会变成常态化。常态化也意味着什么？新增房产的税收也会减少。新增房产税收减少，那地方政府就要考虑我有什么替代的税种，那就把目光投向什么？存量的房地产。那存量房地产的税源就是房产税，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所以这跟入不敷出有关系吗？有关联，但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因为这种税种，房产税这种税种，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今天
今天一下决心一拍脑袋，明天就马上就有钱收入来，不是的，它需要一个长的过程。所以跟这个政府的这个入不敷出有关联，作为一个长远的对策没问题，但是不能够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有没有其他的征收的办法？有的是，有的是，只不过呢，有些办法呢是饮鸩止渴。你比如说借债，我继续借呗，借呢你还是要还的呀。其实真正改变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是什么？经济增长。可是中国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没有往下降，支出不降，收入下降就入不敷出。长期入不敷出有什么危险？他最后要裁员，他很多东西他做不到，他原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后来就做不到啊。危险没啥危险，因为政府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需要的东西，哈哈，就是这样啊。观点推出房产税推出房产税一个方法是试点，另外一个方法可能是切香肠，先按0.5%收，之后提升6%，再0.7%啊，0.5%、0.6%、0.7%，还是要立法，它房产税是不可能不立法，所以试点。另外一个方法，你说的这个切香肠的方法，还是要立法，那个过程还是会比较长，至少得明年吧，今年的没有计划啊。观点：成都49中的剧本已经写好，请王老师审核。民情汹涌，直达天庭；龙颜震怒，钦差出马；豪强退缩，法办重利，沉冤得雪，天下归心。我不觉得是这样，通常都不是这样，这通常是剧本，当剧本可以。提问：中国为什么现在还不放开3胎4胎呢？这就是一直以来这个易福贤批评的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计生委那一票人口协会那一票官员，他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尽量的把中国的人口的问题把它变得没那么严重。既然没那么严重，他为什么要放开3胎4胎？所以其实是人口形势判断，中国现有的这些官员，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技术性的官员和专家，这帮子人是既定人口政策的得益者和支持者，也是执行者。他不愿意干什么？不愿意把这个现有的真实的人口形势变成新的人口政策的条件，他就把它盖住。因为现有的人口政策、现有的人口形势跟之前的人口政策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他真的把这件事情给敞开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之前制定的这人口政策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不承担之前人口政策的责任，他把这个人口形势就包装。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宁吉喆的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他讲的都是好的。中国人口形势很理想，低速增长，中国的完美。中国人口形势如果是低速增长的话，这非常吻合之前制定人口政策的目标。中国人口政策目标就是低速增长，第一增长，第二低速，非常完美。他们不讲中国现在遇到的人口危机，人口现在其实是危机。第一，深度老龄化；第二，新出生的人口暴跌。那么中国新生人口暴跌意味着人口危机，所以他不说的话，那你这个政策怎么调整？没有这样的危机，那为什么要放开3胎4胎？你讲不过去啊，对吗？就是这个问题啊。提问：随着对电商的打压，以后3线城市的线下商铺会不会有重生的机会？没有，再打压也没有。情况：我儿子是6年级的学生，
每天必须带红领巾去上学。有一天忘记带，学校的教导主任在全校的早上的操场把我儿子拉到讲台上，公开批评一顿，说他没带红领巾就不爱国。回家听了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万一孩子承受不了，出什么事怎么办？我觉得给孩子心理造成了伤害，没带就是不爱国吗？请教王老师，我有没有必要去教育局投诉学校的作为？不投诉心理气愤，投诉又怕学校给孩子穿小鞋。我们把这件事分成两头来看，第一头带红领巾这件事情是洗脑的行为，因为他是少先队员，那基本上我不知道现在情况哈，我们以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听说现在基本上全是。如果全是的话，那你作为少先队要带红领巾，那是个规则，他忘记带了，他违反了这规则被惩罚。我不觉得他惩罚，虽然他讲的那些话不靠谱，讲的不爱国这件事情，你可以跟他商量啊，你也可以帮他出头。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孩子上学都带红领巾，你孩子不带红领巾，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出错了。他出错被批评，你觉得他会承受不了，那你要做他的工作，让他承受受到的这种待遇。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出错在先。虽然这件事情是红领巾，我很不耻，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不觉得你应该去投诉啊。我觉得你不见得会走。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事论事讲，一个孩子他聚到社会，他首先面对的是什么？社会规则。你需要给他的是什么？你需要给他做好思想准备。什么思想准备？符合社会规则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们叫社会化的进程。至于洗脑这件事情，那就另外一个题目，怎么样帮助孩子避免洗脑？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好吗？你不用气愤。打卡强队最近丢了电瓶车，报警后警察去派出所调了录像，一男一女20多岁的两个毛贼把孩子推着走了，只给查看2个摄像头，并不让录像，可能是害怕发网上。真的是应了老师说的，生活在防盗网最多的地方，还觉得墙外很乱，自己最幸福的人真的是被洗抽了。全因这些消息管控情况。成都49中的事情开始带境外敌对势力的节奏，也就是说，也有说在学校门口闹事的有社会闲散人员，暗示涉黑，没想到他们这么没人性，就是这样。刚才那网友说这个剧本写好了，那就是剧本，现实不是这样啊。情况加情绪，成都49中中学生坠楼事件后，有民众在学校门口维权要真相，警察出现打人抓人，结果网上把这些民众骂成被煽动的暴民，还认为他们说的是普通话，不是成都人，甚至有解读为境外势力，真的是太扯了。而且我看了原视频，实际上是民众有人说普通话，也有人是说四川话，我感到非常的气愤，想到王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今天你不为他人发声，以后你遭殃的时候，就没有人为你发声了。情绪，成都事件昨天一串的网络反应，令我这个台湾人瞬间明白什么是文革，好悲哀，太悲哀了。情绪加问题，昨天看了王老师的视频，那个关于49中不明原因坠楼的男生，以及他母亲在追讨真相受到的各种阻拦和掩盖。有看网友给这个母亲留言说，有中央巡视组在附近视察，这让我想起了古代地方官鱼肉百姓，巡抚恰巧在附近视察，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家长去滚钉板？感觉就回到了清朝，但可能连清朝都不如。另外想问王老师，中央巡视组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中央巡视组存在的目的就是2个，第一个打击政治对手，第二个让地方官不敢造次，就是地方官经常打自己的小算盘，
巡视组是对地方官，当然也不仅仅地方官，中央官也有，其实就是对官员进行施加政治压力，就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至于说老百姓拦轿喊冤这件事情，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啊。情况：成都人民相聚高喊真相，被警察持铁棍暴打抓人。疑问：中共肆无忌惮地在各个方面撒谎造假，但是国际社会似乎并不在乎，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该投资还在投资，是不是对中共这一行为的一种鼓励呢？也不是，之前呢没有那么厉害，大体上是这样。造假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知道，但是呢，中国经济还不错，然后市场也挺好。那既然大家都想去挣点钱，那我就不给大家添堵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忽略它，就很少有人谈啊。那么这2年情况发生变化，市场开始慢慢往下走，然后这些你看这个亚马逊啊。这个麦当劳啊，都一个个纷纷，你看这零售商其实有很多在撤的啊，麦德龙啊，那个超市叫什么？那个家乐福啊，都卖了，其实都已经很多零售商都已经从中国市场上撤了，那说明什么？觉得这个市场没什么肉吃，那就走了啊。那么走呢，那这些投资者开始往外撤的时候，大家一看，哦，既然这个市场没那么有魅力的话，那就怎么样？那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看国际媒体，从《纽约时报》到《华尔街日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数据造假的问题，不是不谈，现在开始谈了。谈什么意思？就是投资者开始有人开始往外走，就是这个啊，不是鼓励他，鼓励跟鼓励没有关系，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用？关不关事？关事。那就关心起来，继续觉得这个市场还不错，那就不说了呗，不添堵了呗，啊，就是这样。情况上次看到有网友问汶川地震的剩余捐款去哪里？作为一个汶川地震的亲历者，我得到的消息是，剩余的捐款全部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与观点：去年美国也在做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感觉这次我在美国40多年来最好的一次。我太太找了一份普查员的零工，去年7月到8月被分到加州边远的山区做普查，而我就成为太太的司机，每天载她100多英里的路去找那些还未登记房屋里的人。有些房屋普查人已经来过4、5次还找不到人，真的非常认真啊。提问：王老师，我一直有个问题，中国的农民比较穷，还是城镇下岗职工比较穷？这个是好问题吗？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好答。那以前是这样，以前在农村呢，生活成本比较低啊，所以在农村的农民的退路还是比较多的啊，留块地，自己种点粮食，养一口猪，那么大部分的情况自己搞定就算了，就这样啊。那么所以呢，以前就讲啊，就是说，在城市里面的穷人还没有在农村的人生活的状态好，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在农村至少呢，他吃饭这个问题就不太大。那么这些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年在农村的生活成本也上来了啊，这个猪也不让养，你得吃肉，你得出去买。那大部分情况就是你自己种粮食呢，种粮食的成本也高，跟以前也不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在城市的穷人很惨，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原来呢，在城市的穷人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农民工。农民工实在不行，熬不住了，他就回乡下。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农民工回乡下也不行，因为他自己乡下的这个生活成本也有那么高，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农民工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他回不去乡下，他比如说
你现在发现一个情况没有？现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很多农民工在撤离开，为什么离开？挣不到钱。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只有一个目的，挣钱。挣钱干什么？挣钱养家，除了把自己养住，还把家里的老人跟孩子养住。那么也就意味着，我的工资收入减掉我在城里面的生活成本，我还得有一部分剩余，我才会在这部分剩余就是拿来养农村的老人跟孩子的。现在很多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它的生活成本一下上来，通货膨胀，他把这个账一算，我在这里根本就剩不下钱，剩不下钱怎么办？我就去别的城市。现在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但是他是不是回乡下了？不是，为什么？回乡下他更会饿死，因为回乡下根本挣不着钱，他可能要回小一点的城市，找那些生活成本相对低的城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啊。所以现在的城镇的穷人，不好说了。现在就在农村的这些穷人，也生活成本也上来了，都很穷，都很困难。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屁股债。提问：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否应该实行永久产权，替代现在70年产权才合理？我们在中国不要讨论合理性的问题。中共独裁合理吗？最终都不合理在那里，怎么会下面有合理的东西啊？情绪有的朋友曾经跟我争辩，国内有摄像头是保护社会安全，各种犯罪都能抓得到。今天看了成都中学的事件，我终于找到了反驳他的证据。你们为什么辩论这种问题呢？这种问题不需要辩论，太浪费时间了。好，明谢刘温66大顺，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